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近期引发轩然大波的事件，日本终于不忍了。中共这次是不是在自寻死路？中国多年来渲染的仇日情绪，如今像回力镖一样反伤自己。日本企业正加速撤离中国，这会不会掐断中国经济最后的一口气呢？话说2025年11月上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首次明确表示，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这句话意思很直接，如果中共武力犯台，日本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甚至出动自卫队协防台湾。要知道，早在2021年底，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就说过，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但那时他已卸任，只算是一种警告。而这一次，高市早苗是现任首相在正式场合表态，相当于日本政府正式亮出态度，这无疑踩中了北京当局最敏感的神经，北京大为恼火。11月7日，高市发言刚出来，中共立刻跳脚抗议，外交部、国防部、国台办等轮番发声，指责日本干涉内政，玩火自焚。但更夸张的是，11月8日，中共驻大阪总领事馆的一名领事薛健竟然在社交媒体上转发相关新闻时，用日文写下了恐怖威胁，要把那颗脏头颅毫不犹豫地斩下来。这句话虽未指名道姓，但所有人都听得出是冲着日本首相去的，简直公然叫嚣要对日本领导人斩首。一时间，日本朝野哗然，舆论震惊，中国外交官赤裸裸发布暴力威胁，这是二战以来闻所未闻的疯狂举动。日本政府当即向中方提出严正抗议，要求中方给个说法。中共方面见情势不妙，赶紧让这位领事删除了贴文，但已经于事无补。所谓此地无银300两，贴文虽删，带给日本社会的震撼和愤怒却无法抹去。很多日本民众心想，我们克制了这么多年，中国竟然妄想砍我们首相的头，这还得了？11月13日，北京外交部副部长奉命召见日本驻华大使，对高市首相的言论严厉警告。不过日本大使也不客气，当面强烈抗议了薛健的斩首发言。接着11月14日，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也召见中国大使，重申抗议，要求中方严处赵氏外交官。然而中共大使不但不道歉，反而回呛日本首相不自量力，双方剑拔弩张，互不相让。高层交涉碰壁后，中日关系迅速降到冰点，一场全面对抗风暴开始酝酿。中共一向习惯打所谓人民战争牌，这次也不例外。11月14日当天，中国外交部和文化旅游部联合郑重提醒中国公民近期避免前往日本旅游。同时间，大陆几家主要航空公司主动推出对年底前飞日本的机票免费退改服务，甚至干脆直接取消多条中日航线航班。中国旅游业者也收到大量旅行团退订，日本方面许多酒店、景点突然被大批中国游客临时取消预约。一夜之间，曾经熙熙攘攘的日本热门景点出现了大批中国游客提前结束行程，匆匆赶往机场回国的景象。有人拍到东京机场中国旅客滞留人潮，仿佛春运提前在日本上演。中国官方等于是掐断了中国游客赴日的大动脉。这还不够，11月16日，中国教育部也出来提醒，劝告国人谨慎前往日本留学，似乎连读书交流也要一刀切断。外交、文化领域方面，中方接连取消了一系列中日之间的交流活动，超过20场商贸投资、洽谈、经贸研讨会等喊停，北京、东京论坛延期，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干脆取消，就连一些地方政府间的友好城市互访也临时叫停。中国国内原定上映的日本电影延期，日系乐队和演员的演出活动纷纷取消，甚至连香港公营电台都突然腰斩了原定播出的日本动画。短短几天内，中共挥舞大棒，从观光、教育、文化多方面对日本展开所谓反制。同一时间，中国解放军也动起来了。11月17日至19日，在黄海中部搞了实弹军演。11月16日，还特地派海警船跑去钓鱼台列岛、尖阁诸岛附近巡航示威，一副文攻武下、全面对日强硬的姿态。北京甚至罕见地在联合国告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直接写信给秘书长，声称日本如果敢武力介入台海，
就是侵略行为，中国将行使自卫权反击等等，把话说到极满。尽管日本也随后在联合国回信驳斥，但中方这一连串举措已经摆明要用尽一切手段对日本施压。表面看中共气势汹汹，杀气腾腾，可是在这波操作中，我们也不禁要问，中国真的伤到日本了吗？还是伤了自己？先看旅游禁令，中国游客这几年可是日本观光业的大头之一，没有了陆客，日本当然短期内少赚不少钱。日本媒体估算，如果中国赴日旅客减少 25%， 日本经济一年大概减少近2兆日元的观光消费，相当于 GDP 减少 0.3% 左右。乍听之下好像蛮严重，然而仔细分析，事情没这么简单。首先，日本旅游业早就开始分散客源，疫情之后，日本在努力吸引更多欧美和东南亚游客，特别是邻近的韩国游客激增。以北海道为例，2019年时，中国大陆和香港游客占该地总旅客的 42%， 而今年8月已降到 23% 左右，韩国游客反而后来居上。也就是说，日本并非完全依赖中国客，没有陆客还有别的客。其实今年中国刚恢复团客出境时，日本业界就担心过度仰赖单一市场的风险，现在北京自己关上大门，反倒逼日本加速开拓多元客源市场。再者，中共的旅游限令堪称一招七伤拳，表面看是打日本，实际连自己人也一起打伤了。大量早已计划赴日的中国游客行程被打乱，机票饭店临时退订，游客们蒙受损失和不便。中国几大航空公司和旅行社几乎是自砍财路，机票全额退，航班说取消就取消，损失惨重。更有意思的是，日本媒体指出，过去中国旅行团在日本的消费有相当部分其实流向中国自己人开设的产业链，比如中国资本经营的免税店、旅游车队、中餐厅等，很多都是中国人在日本挣中国游客的钱。现在中国政府不让自家游客来了，首当其冲损失的是这些中国资本企业，可以说是一招两败俱伤的昏招。难怪连不少中国网友都抱怨，限制我们出国旅游，这是惩罚日本还是惩罚自己？中共当局或许觉得，只要中国市场够大，封杀几下就能让日本疼得受不了，乖乖改口。可是他们忘了，日本不是第一次被这样对待，早有心理准备。回顾2012年，当时日本将间隔诸岛国有化，引发中国境内大规模反日示威，中国民众打砸日系商店，烧毁日本车辆，围攻日本工厂，闹得一片狼藉。结果呢？除了日本企业和在华日侨人心惶惶，中国自己形象也严重受损，大批日本投资转趋保守，甚至撤离。再往前，2010年中日因撞船事件交恶时，中国还对日本祭出稀土出口禁令，试图掐着日本高科技产业的脖子。谁知日本熬过难关，自力更生找替代供应，中国反而加速失去了稀土牌这项长期筹码。这些教训让日本明白，面对中共经济胁迫，退缩只会让对方得寸进尺，唯有减少对华依赖，才能真正立于不败。所以近10年来，东京其实一直在悄悄布局，降低对中国市场和供应链的依存度。这次高市首相放话硬汉北京，正是反映出日本战略心态的转变，不再一味忍让，而是准备好承受阵痛，也要捍卫自身利益和安全。而中共对日的报复大戏继续上演。11月19日，北京突然宣布再次全面暂停进口日本水产，等于推翻了之前才恢复不久的日本海鲜解禁成果。原本日本北海道扇贝等海产10月才刚重新打入中国市场，没想到撑不到1个月又被关上门。一开始中方还找借口说是检测流程要再完善，但后来干脆由外交部发言人直接挑明，由于日本首相近期在台湾问题上倒行逆施，引发中国民众强烈公愤，即使让日本海鲜进口也不会有市场。言下之意，中国老百姓现在痛恨日本，你日本货到了也卖不出去，所以干脆不让你出口。这番话让外界瞠目结舌，明明是官方出手禁运，却推说是中国人民不买账，好像把经济胁迫描绘成民意要求一样。更荒唐的是，中共外交部还敦促日本好好反省自己的错误言行。试想，日本一国首相只是表态要保卫自己的盟友和国土安全，
就被扣上错误言行的大帽子。中国一位区总领事叫喊斩首别国首相，倒成了可以略过不提的小事。这种双标让日本怎能接受？日本政府当然强硬回应。就在中共宣布禁海鲜的隔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亲自飞到靠近台湾的与那国岛，视察自卫队基地，公开宣示将按计划在该岛部署中程地对空导弹。小泉防长强调，这是为了降低日本遭受武装攻击的可能性，不是在挑衅谁。但明眼人都清楚，与那国岛离台湾不到110公里，部署导弹明显就是针对台海紧张局势在做准备。中共外交部立刻跳出来大肆谴责日本故意挑动紧张，非常危险，还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日本的军事动向，仿佛忘了这段时间天天在台海、东海军演放导弹的人是他们自己。日本这次懒得理会中方指责，导弹部署照样进行。其实，自从俄乌战争和台海危机以来，日本早决定要增强军备，计划5年内把国防预算翻一番，还积极研发远程飞弹和无人机等新武器。以往日本顾忌中国反应，很多防卫计划不敢公开高调，现在中国如此咄咄逼人，反而给了日本绝佳的理由加速武装自己，可谓偷鸡不着蚀把米。中共原想吓阻日本，没想到更激发出日本的军事意志。更值得关注的是经贸领域的深刻变化。长期以来，中国市场庞大，劳动力廉价，对日本企业有巨大吸引力。从上世纪80年代起，大批日企在中国设厂投资，把中国当世界工厂和重要销售市场。中日经贸关系一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然而最近几年，这种状况正在改变。随着中国经营成本上升，内需趋冷，再加上反日情绪和地缘政治风险增高，越来越多日本企业在重新审视中国业务的得失，有的选择缩减规模，多元布局其他国家，有的干脆关厂撤资，把资源转移出去。我们不妨看几个例子。三菱汽车曾经在中国耕耘多年，但面对中国本土车企的崛起和激烈竞争，已经难以为继。今年三菱汽车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市场的销量暴跌了 53%， 只剩区7000辆。经过几年评估，三菱终于在今年年初痛下决心，停止在中国的整车生产和销售，关闭在湖南长沙的合资工厂，这相当于全面退出中国乘用车市场。虽然这导致三菱当年净利润骤降 73.5%， 短期内很伤，但长远看，留在中国恐怕只会更亏。毕竟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发展太快了，本土品牌又猛又狠，电动车渗透率今年冲上 60% 以上，日系车、燃油车转型慢，一下被淘汰出局，与其困守，不如止损离场。三菱的退出正是日企在华经营困境的一个缩影。松下集团过去是中国家电市场的主力军，但现在策略上也在调整。近年松下在中国加大对新能源车相关产业的投资，比如在上海新设电动车电池子公司，追赶新潮流。然而传统家电领域，松下却选择收缩。今年松下已经停止在中国生产低端微波炉、电饭锅等小家电，关闭了天津、杭州的部分生产线。也就是说，大众家电市场不玩了，改去主攻利润更高的高阶个户电器、商用设备以及 B2B 解决方案，以避开中国消费市场竞争白热化和数字化转型的压力。这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中国本土家电品牌这些年性价比奇高，竞争残酷，外资品牌赚不到钱，只能另辟蹊径。还有夏普、东芝等日本电子消费品品牌，在中国早已风光不再。东芝在2018年就卖掉了自己的电视机品牌经营权，现在中国市面上的东芝电视其实只是挂名授权，没几台真东芝。夏普方面，手机、电视在中国的市占率都跌到不到 0.5%。官方网站上今年悄悄撤下了好些手机产品线，不再与国产厂牌硬拼，而是转向销售商业显示器和医疗设备等 B2B 领域。换句话说，许多日系消费电子已经实质退出中国普通消费者市场，服务业也是类似情况。比如全家便利店，作为日本便利店三巨头之一，在中国曾迅速扩张，但今年以来，全家陆续关闭了华北地区近100家门市，业务重心往华东、
华南缩减，守着上海、广州这些核心区域就好。吉野家这类日式快餐以前在中国2、3线城市也想扩店，如今都暂缓脚步，有些店干脆改由中国加盟商接手经营。原因无他，本土竞争者太猛了，像罗森、便利蜂、美宜佳这些中国本地或其他外来品牌开店更灵活，口味更接地气，把日式连锁逼得节节败退。中国消费者的新鲜劲儿也过了，对日式服务、日式品质没以前那么热衷，嫌贵的多了。为什么会出现日企在华接连败退、撤退的浪潮？究其原因是多重因素叠加。一方面，中国本土企业崛起很快，无论技术实力还是供应链效率，都在很多行业赶超甚至超越日本公司。像电动车这块，中国新势力车企蔚来、小鹏、比亚迪等把市场搅得天翻地覆，日系传统车厂转型不及，自然被边缘化。在家电、手机等领域也是一样的剧本。日本企业昔日引以为傲的品质和品牌光环，到了新时代中国年轻消费者这里，已经没那么吃香了。另一方面，日企自身也存在模式僵化、水土不服的问题。很多日本公司习惯本土那套经营思维，研发和决策高度集中日本本部，对中国市场的变化反应慢半拍。在中国打价格战、拼速度，他们往往不适应。加上日本企业用人成本高，合规要求严，决策链条长，遇上灵活多变的中国民企时，竞争上就显得笨拙。再者，有些日企退出中国，也跟全球重组有关。母公司调整战略，要把资源投向更有前景的市场，所以收缩对华业务。不论是哪种原因，结果就是中国市场不再是外资必须驻守的金山。这一认知正在形成，中国市场的人口红利、规模红利走向尾声，现在更考验品质红利、技术红利。如果没有无可取代的技术和长期深耕本地化的决心，仅靠曾经的名气和品质，日本企业很难再像当年那样躺赚中国钱。然而，我们也不能忽略仇日情绪带来的隐忧和风险，加速了日本资本出走。前面提到，2012年反日浪潮时，很多日资工厂、商店遭打砸损毁。那一波过后，一些日本公司就开始降低在华报险，生怕再遇到类似暴民冲击。近年来，中国时不时冒出的民间仇日事件，更让在华日本人人心惶惶。例如2024年，在深圳、苏州先后发生持刀随机砍人案件，受害者包括日本儿童。这类极端暴力事件震动了日本社会，不少日企驻华人员因此把家属撤回国内，甚至缩减在中国的派驻规模。毕竟人身安全都没法保证，谁还敢在那里长期待下去？又例如，近年中共当局频繁以间谍罪拘捕日本公民，2023年还全面加强反间谍法，上升到全民皆兵防范间谍的地步。在这种草木皆兵的环境里，哪个日本企业高管不担心哪天无辜被扣个帽子？从经营者角度，这都是巨大的不可控风险。与其战战兢兢，不如逐步撤出，以免夜长梦多。数据会说话。日本外务省的统计显示，截至2024年10月，在中国居留3个月以上的日本公民不足98000人，20年来首次跌破10万人大关，而且这已经是连续第12年下降。人走了，那资本走的速度恐怕只快不慢。同样是日本官方数据，在中国设点的日本公司数量已从2019年的32887家降至2023年的31060家，4年间减少了将近2000家。这还只是统计在册的法人数，更多企业可能虽未完全关闭，但已部分转移产能或缩减投资。投资额方面，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存量近年也在下降趋势。尽管2025年初日本经产省报告称，日本企业对亚洲投资仍在增加，但那更多流向了东南亚和印度等地。事实上，我们看到丰田、本田、铃木这些汽车巨头如今纷纷把重资投向印度市场，总计110亿美元砸在印度扩厂，要把印度打造成新出口基地。本田甚至决定将一款未来的电动车型在印度生产出口。为什么？因为印度有更低廉的成本和巨大的增长潜力，重点是没有中美博弈和反日民族主义的掣肘。除了印度，
日本企业也在越南、泰国等东协国家增加布局，把供应链分散出去。可以说，中共这些年的种种作为，正迫使日企加速摆脱对中国的依赖。更讽刺的是，日本企业和民众对中国的观感也降到冰点。日本内阁府去年一项民调显示，有 87% 的日本受访者表示对中国没有亲近感，创下史上最高比例，几乎10个人9个对中国反感。这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是前所未见的。想想上世纪70、80年代，中日还有蜜月期，日本对华援助上千亿日元贷款，技术支援中国现代化，民间也一片友好氛围。如今物换星移，经过数十年摩擦，加上中共官方长期灌输民族主义仇恨，比如教材和媒体反复强调日本侵华旧账，但对日本的贡献只字不提，两国国民感情可以说跌入谷底。而2023年福岛核处理水排海事件时，中国民间曾掀起新一轮反日狂潮，打砸日系车，辱骂旅日华人，甚至往日本学校寄恐吓信等等。这些新闻在日本都有报道，让日本社会极为反感与不安。积怨之下，高市首相强硬表态和随后日本社会普遍支持也就不足为奇了。日本人感觉自己已经退无可退，你中国飞弹都打到我家门口了。2022年中共对台军演时，有5枚东风导弹落在冲绳附近日本专属经济区海域，是史上头一遭，还天天在钓鱼岛周边挑衅，现在甚至直接威胁要杀我国领袖。在这种生死存亡关头，日本不可能再继续忍耐纵容。那么，中共对日本的这轮强硬报复，到头来会不会真像回力镖反噬自己？中国经济已经连年下行，内部矛盾重重，外资却是一口不可或缺的氧气。现在不仅美欧在和中国经济脱钩去风险，连一向谨慎的日本也明显在疏远。中国经济最后一口气恐怕真的要被掐住了。首先，失去日本这个重要技术和投资来源，对中国很多产业是重大损失。日本一直是中国高端制造领域的重要伙伴和供应者，从汽车零件到半导体材料，日本企业在关键环节提供中国不可替代的投入。举例而言，日本在半导体、光刻机、精密化学品等方面的出口管制逐步收紧，已对中国芯片行业造成打击。2025年初，日本宣布限制对华出口尖端芯片制造和量子技术相关设备，响应美国的对华科技封锁，这让中国高科技雪上加霜，许多原本仰赖日企供货的公司面临断炊。可以说，在技术层面，日本的撤退一步步卡紧中共的脖子。其次，日本企业撤离意味着就业机会流失、财税流失。那些关闭的日资工厂和店铺，雇佣的可都是中国工人，服务的也是中国消费者。三菱工厂关了，员工要么裁员，要么转到本土车企。全家便利店缩了，本来的供应商、房东收入也受影响。日资企业一旦撤走，他们缴的税带来的产值也一并消失。短期内可能未必伤筋动骨，毕竟中国经济体量还在那儿，但长期累积下来就是潜移默化的衰退。事实上，近年中国利用外资数据持续低迷，今年以来甚至出现负增长，外资净流出。外资信心一旦崩了，要再吸引回来比登天还难。再次，中国对日本采取强硬措施的同时，日本也可以对中国人在经济上出招。比方说，日本完全可以加强对中国资本的审查，或在国际场合联合更多国家对抗中国经济胁迫。即使日本不搞明面制裁，但中国形象已经受损严重，很多日本普通消费者开始抵制中国产品，回避中国旅游。前阵子就有在日华人发现，日本某地电梯里出现涂鸦，写着中国人滚出去。虽然这只是个别极端现象，但确实反映了一部分日本民众的愤怒情绪。如果中日真的走向全面对立，吃亏更大的恐怕还是中国自己。毕竟日本经济体制更健全多元，而中国对外依存度高，内需疲弱，在失去日本这个重要伙伴，只会雪崩式恶化。综上所述，中共这回对日本大动干戈，看似强硬报复，实则风险巨大。日本终于不忍了，在安全和经济上全面提高对抗意志，这是中共多年高压政策结出的苦果。
中国当局煽动的仇日浪潮，如同一枚兜了圈子的回力镖，正狠狠打在自己脸上。日本企业的大撤退将让中国丧失技术和资金来源，中国普通民众因仇日政策平白损失旅游留学机会，中国官媒鼓噪爱国，其实换来的是国际投资者对中国营商环境更加却步。可以说，中共为了一时的面子逞强，正在承受长远的弊益损害，这难道不是自寻死路吗？或许有人会问，难道中共真的在意不到这搬石头砸自己脚的后果吗？问题在于，即便有人看到了，面对高涨的民族主义和内部舆论，他们已经骑虎难下。当局长期塑造的对日强硬形象，逼着自己不能示弱，只好继续加码反制，以免在国内被批评软弱可欺。这就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为了维持统治合法性，不惜牺牲经济理性，短期内可能稳住了民族情绪，长期却透支了国家发展的元气。结局会如何呢？目前看来，日本已铁了心走自己的路，更积极的备战防卫，更快速的和中国经济脱钩。同时，日本加强与美国、欧洲、印度等合作，一旦形成对中共的包围牵制，中国想靠经济和军事压力迫使日本低头，只会更加徒劳无功。相反，中国经济自身的虚弱却可能因这场风波被无限放大，外资撤离、失业增加、技术封锁、民心背离，哪一样不是致命伤？所谓最后一口气被掐断，指的就是这样一个前景。如果中共不悬崖勒马，继续把仇恨当动力，最终窒息的将是自己的经济和未来。总而言之，日本和中国这场交锋，胜负也许暂未分出高下，但有句话可以确定，仇恨从来不是长久之计。日本挺直腰杆只是捍卫自身利益，而中国若执意走以邻为壑、自我封闭的老路，等于是在断自己的生路。曾几何时，中国以世界工厂、经济引擎自居，吸引全球资本纷至沓来，而今环顾四周，资本正逃离，朋友在远去。2025年这一场中日外交风波，会不会成为压垮中国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值得所有人深思。孙子兵法云：困敌之势不以战，则轻战即胜。现在北京当局如果还认不清形势，继续以为斗狠逞强能换来胜利，恐怕最终等来的只能是经济崩溃和战略挫败的苦果。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看到这枚仇日回力镖真正飞回原主，让世人见证什么叫害人终害己。我们拭目以待。